诸位，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些人平时看起来也不怎么争，也不怎么抢，出门不爱出风头，讲话也不大声，可是你仔细一看，哎呦，人家日子过得比谁都顺，家里顺风顺水，孩子乖巧，身体还硬朗得很。反观另外一种人，咧，那是拼了老命在争啊，年轻的时候跟同事或邻居斗，老了在菜市场连1-2块钱都要算计，在亲戚面前还死要面子。他们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结果咧，钱没存下来几个，家里天天吵架，血压血糖一天比一天高。各位，这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讲真正有大智慧大能力的人，他们靠的绝对不是跟人家硬碰硬，他们靠的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我们叫它高灵性。而一个真正高灵性的人，绝对不是那种脱离现实每天在那边打坐的神仙，相反的，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活得最清醒最接地气最通透的一群人。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可能是菜市场卖猪肉的阿伯，也可能是你家楼下的大楼管理员。他们把这个人世间的游戏规则看透了，把情绪、人际关系还有命运的底层逻辑全都摸得一清二楚。今天我就来帮大家拆解这种真正厉害的高人到底具备哪5大特征。听完之后你就会恍然大悟，这就是实实在在能让你保命安身的生活大智慧。好，我们直接进入重点。这高灵性的人身上第一个最可怕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敢面对自己心里最阴暗的那一面。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夜深人静，关上房门，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敢不敢100%的对自己诚实？你敢不敢承认其实你嫉妒那个比你有钱的亲戚或邻居？你敢不敢承认你其实很害怕老了以后儿女不管你，嫌弃你？你敢不敢承认你对别人的好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了爱面子，或者想要获得别人的称赞？哎呦喂呀，我看90%以上的人都不敢啦。我们人都有一种毛病，就是太害怕看到自己心里的那个丑八怪了。因为不敢看，所以我们就开始演戏，演着演着入戏太深，连自己都骗过去了。我给你们举个最真实的例子，我有个老病人，我们叫她林太太好了，快60岁了，有一天来找我，说她最近胸闷、失眠、胃食道逆流，觉得喉咙一直卡卡的，吃什么药都治不好。我跟她聊了一下，发现问题根本不在胃，在她的心啊。怎么回事呢？原来她隔壁邻居的儿子最近在台北买了一栋3000多万的豪宅，还把2老接过去住。林太太的儿子呢，还在租房子，每个月薪水付完房租就光了，还要林太太偶尔塞点零用钱给他。林太太在巷口遇到邻居，满脸堆笑的说：哎呦，恭喜恭喜啊，你真有福气，儿子真孝顺，新房子好大好漂亮啊。嘴巴上说的多好听啊，告诉大家自己一点都不在意，还到处跟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平安健康就好。结果呢，一转身回到家，气得破口大骂，把老公嫌得一无是处。看到儿子打电话回来，没讲2句就开始酸，养你有什么用，只会要钱。你看人家隔壁小王多有出息，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就像有一把火在烧，还在梦里跟那个炫耀的邻居吵架。他嘴上说我很好，我不在乎，可是他的身体骗不了人啊。你的胃酸，你的失眠，全都在告诉你你在说谎。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在骗别人，我们是在骗自己。为什么？因为承认自己的缺点，这太痛苦，太没面子了。骗自己说我根本不在乎，那简单多了。可是各位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在我们中医里讲，心主神明，你的心如果打了死结，你的气血就会跟着堵住。当你骗自己的时候，你就等于把你自己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了那些你不敢面对的情绪阴暗面，你放弃了你的主导权，变成了一个情绪的傀儡。别人邻居一句无心的炫耀就能牵动你的神经，别人一个无意的眼神就能让你大发雷霆。你整天被这些情绪操弄，你还有什么好日子过？以前有个看透人性的高人说过一句话，非常犀利。他说，那些你不敢去面对的阴暗面，最后都会变成你的命运，在暗地里掌控你的一生。这句话跟我们老祖宗讲的相由心生，魔由心造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心里藏着不肯面对的鬼，这个鬼就会在暗处把你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那些高灵性的人为什么能量那么强大？因为他们从来不逃避真相。他们照镜子
不是只看脸上的皱纹有没有变多，白头发有没有长出来，他们是拿镜子照自己的灵魂。他们敢大大方方地承认和直视自己最难看的一面，完全不找借口，不加任何包装。当你敢对自己承认我很嫉妒的那一刻，我告诉你，那个嫉妒的魔鬼就瞬间失去力量了，你的气就顺了。我们普通人呢，就像是站在一个黑漆漆的山洞口，点了一根火柴，探头看了一眼，吓得大叫：哎呦喂啊，里面太黑了，有鬼啊，我不进去，然后转身就跑。结果呢，我们的人生就永远卡在那个洞口，寸步难行，天天被洞里的冷风吹得生病。而高灵性的人是那种敢自己举着火把一步一步走进黑暗隧道里的人，他们知道只有穿过这片黑暗，把心里的鬼看清楚了，原来那只是个纸糊的老虎，他们才能真正重获自由，这才叫真正的强大。各位啊，我们接着讲这第二个特征，这第二个非常关键，叫做做气场的主人，绝对不当情绪的奴隶。我先问问各位，你们这辈子有没有过那种时候，明明是一件小事，别人随便酸了你一句，或者给你甩了个脸色，你就气得全身发抖。晚上躺在床上，那句话就像录音机一样在脑袋里一直重复，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越想越气。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你当下气不过，火气一上来，轰的一声，理智线断了，劈头就把对方痛骂一顿，什么难听的话都飙出来了。结果呢，痛快了几秒钟，事后冷静下来，看着被你气哭的老伴或者是摔坏的遥控器，心里又懊悔的要死，满满的罪恶感，觉得自己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还那么冲动。你看我们这群人啊，多可怜，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几乎失去了人生的自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小时候不管是学校的老师还是家里的长辈，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到底该拿这些情绪怎么办，他们只会教我们什么？要忍耐哦，要懂事，要顾大局。所以呢，大家最擅长的一招就是把委屈往肚子里吞。但我必须跟你们讲一句重话，压抑绝对不是消化，你那是在自己身体里埋定时炸弹。我给你们讲个真实的看诊案例。以前南部有个陈大姐，标准的台湾好媳妇、好妈妈，过年过节一个人张罗10几个人的年夜饭，从早忙到晚，累得满身大汗。好不容易把菜端上桌，老公夹了一口鱼，眉头一皱说：怎么这么咸？是不是盐巴不用钱？儿子在旁边看手机，连头都不抬。陈大姐当下心里委屈啊，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可是她想，大过年的吵架会破坏家里风水，算了，我忍。她硬是挤出一个笑脸，把那口气给咽了下去。各位啊，你们以为这口气咽下去就不见了吗？错了，在中医看来，这叫肝气郁结。你那些不敢流出来的眼泪，全部变成了你身体里的焦虑。你那些吞下去的愤怒，在经络里乱窜，最后全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病。3年后，陈大姐来找我，乳房长了硬块，甲状腺也出了结节。我跟你们说，这哪里是老天爷要收她，这根本是她长年累月生闷气，自己把自己的气血给堵死了。那你可能会说，尼斯啊，既然憋着会生病，那我发泄出来总行了吧？我生气我就摔门，我就骂人，把脾气发出来不就得了？哎呀，这叫造孽啊！你发脾气，摔盘子摔碗，当下那几分钟你觉得很爽，气出去了，可是你把你们家整体的风水磁场全给毁了，家里的财气福气全被你这种衰气跟怨气给冲散了，你伤害了最亲近的人，关系彻底破裂。这叫脾气发出来伤人，脾气憋进去伤己，这两条路都是死胡同。那么那些真正高灵性的人，那些真正的高手，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走的是第3条路，他们懂得关照情绪。当那股无名火升起来的时候，他们不会被这股火给绑架，他们能感觉到，哎呦，我现在生气了，我的心跳在加速，我的手微微在发抖，我的呼吸变急促了。然后他们会在心里问自己一句话，这个情绪到底想告诉我什么？你们记住，情绪从来不是我们的敌人，情绪是老天爷派来给你送信的信差。恐惧是来提醒你前面有危险，要小心。悲伤是来提醒你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你要学会告别焦虑，是来提醒你该动手准备了，不要再拖延了。那生气呢？生气就是来告诉你，
别人的脚踩到你的底线了，你需要被尊重，你该保护自己的地盘了。高灵性的人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既不憋着生闷气，也不会像个疯子一样爆炸，他们是让情绪从身体里穿过去。就像你家门口来了个邮差送信，你不签收也就是压抑，他就天天来按电铃，吵得你不得安宁。你把他痛打一顿也就是爆发，你就要去坐牢。你只要走出去盖个章说信我收到了，那个邮差自然就走了。当你开始懂得听情绪想讲的话，你就能够驾驭它。到了这个境界，你就再也不是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树叶了，你自己就变成了风的方向。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种高灵性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气场。这种人不用多，一个家里只要出一个，这一家子就稳了。当家里发生危机，比如说投资失败了，家人生重病了，大家都慌成一团，互相指责的时候，这种人就是家里的定海神针。他不会被恐惧和焦虑牵着走，他会第一个把场面稳下来，说事情发生了，我们现在一步一步来解决。当兄弟姐妹为了分家产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他坐在那里语气平和，却能让所有人都冷静下来。为什么？因为他不被情绪驱使。他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情绪稳定，他是内在的能量稳定。这种人有多珍贵啊，你只要一走进他们的生活圈，靠近他们身边，你就会觉得哎呀，这空气怎么变得这么柔软，连你原本心里那一股无名火焦虑感莫名其妙就被抚平了。这不是什么法术，这就是他们极度清醒的意识所散发出来的磁场力量。他们的能量稳如泰山，甚至还能帮你把那些乌烟瘴气的噪音都给降噪过滤掉。这就是掌握命运的第二把金钥匙。好，各位，我们接着讲这第三招。这第三招啊，我看有80%以上的老好人一辈子都没搞懂，结果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乌烟瘴气。这招叫什么？叫做极度的慈悲，伴随着极限的边界。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迷思，只要一听到灵性高有修为，脑袋里马上浮现出那种庙里的泥菩萨，觉得有修养的人就应该是个圣人嘛，就应该无条件的原谅别人，无条件的包容别人，甚至为了别人牺牲自己。人家打你左脸，你还要笑着把右脸凑过去，人家跟你借钱不还，你还在心里替他找借口说哎呀，他一定是有困难。我告诉你，错了，大错特错。那根本不叫高灵性，那叫做烂好人，那叫做迎合。讲得难听一点，那叫做懦弱。真正有大智慧高灵性的人，他们的心肠是非常慈悲的，但他们绝对不是你们以为的那种盲目的善良。我给你们讲个我们街坊邻居最常发生的事。有个王妈妈今年快60了，老公走得早，她一个人捏着一笔退休金。她那个儿子啊都快40岁了，整天好高骛远，工作做不到，3个月就嫌累辞职，欠了一屁股信用卡债。每隔半年，这儿子就跑回来哭诉，妈，你再帮我这一次，黑道要来断我手脚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王妈妈一听，心一软，眼泪跟着掉。哎呦喂呀，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欠这个讨债鬼的。嘴里骂归骂，转头还是把定存解约，把老本拿去替儿子还债。王妈妈到处跟亲戚朋友说，没办法啊，谁叫我是他妈，做人父母的就是要慈悲啊，难道见死不救吗？诸位啊，你们用理智想一想，王妈妈这是在爱他吗？这是在帮他吗？不是啊，王妈妈表面上看起来很善良，但骨子里她是出于恐惧。她怕什么？她怕亲戚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她自私，不顾小孩死活。她怕儿子真的翻脸不认人，老了没人理她。她更怕面对我其实教出一个败家子这个残酷的事实。她的这种善良最后一定会变成一种深深的怨恨，因为儿子下次还是会继续欠债，而且会欠得更多。从我们玄学跟因果的角度来看，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自己该受的苦，都有他自己该做的功课。这个儿子今天会走到这一步，是他自己种下的因。老天爷正在给他出考题，要让他痛，要让他跌倒，要让他自己醒悟过来。结果你王妈妈倒好，你心太软，你跑去把他的业障给挡下来了，你这叫介入别人的因果。你以为你是活菩萨，其实你剥夺了他成长的机会，你把他变成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吸血鬼。那高灵性的人遇到这种事，他们会怎么处理？他们心里跟明镜一样，他们看得懂败家子背后的痛苦跟无知，
他们能理解对方的恐惧，但是他们绝对不允许这个人靠近自己的底线。他们会看着儿子的眼睛，温柔但是非常坚定地说，儿子，我看到你现在被债务逼得很痛苦，我也很心疼，但是我没有义务替你的人生负责。你自己闯出来的祸，这是老天爷给你的功课，你自己去修补，我不会给你1毛钱。这不叫冷漠，这叫做清醒，这叫做菩萨的心肠，金刚的手段。真正高灵性的人，他们的善良是长着牙齿的，他们的拒绝温和却像铁板一块，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们的爱是随时可以给出去，但也随时可以收回来的。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跟这种高境界的人相处，你会觉得特别有安全感？为什么？因为他不控制你，他也不会让你控制，他的规矩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你尊重我，我就拿真心对待你。你只要敢越界，敢得寸进尺，我马上收回我所有的好，转身就走，绝不拖泥带水。他们的人际关系就像一杯白开水，简单直接，不黏腻。你在他们面前不用小心翼翼，不用察言观色，因为他们不需要你去讨好他。也正因为如此，这类人的身边几乎没有那种吸取你精气神的吸血鬼。我们生活中是不是有很多那种一打电话来就抱怨3个小时，或者动不动就来找你借钱周转的朋友？高灵性的人身边完全没有这种人。为什么？因为那些吸血鬼也是会看人的，他们一感觉到这个人气场这么强，边界这么清楚，知道在这里吸不到半点阳气，讨不到半点便宜，他们自然就乖乖地闪退了。这种带着边界的慈悲才是真正的觉醒。他们活得那么轻盈，那么自在，无病无痛，就是因为他们坚决不替别人背业障，不扛别人的功课。好，各位，我们打起精神，继续来讲这第4个特征。这4个字你们一定听到耳朵都长茧了，叫做活在当下。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对不对？但是我今天问你一句最直白的话，既然你听过那么多次，为什么你就是做不到？为什么你每天还是活得那么累，那么心慌？我来告诉你真相。因为从我们中医和命理的角度来看，你们绝大多数的人一天24小时里面，你的三魂七魄根本就不在你的身体里。你这个人啊，看起来好好的坐在客厅沙发上，其实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你的魂一半飞到了过去，一半飘到了未来。我举个最常见的例子，你们听听看是不是在讲自己。我们就说退休的老李好了，老李辛苦了一辈子，现在每个月有退休金可以领，本来应该是要享清福的年纪了。有一天，孝顺的儿子花了大把钞票，请两老去日本黑部立山玩，吃好住好。结果呢，老李坐在高级的游览车上，窗外是漂亮的雪墙风景，但他眼睛根本没在看。他眉头深锁，手里攥着那个昂贵的暖暖包，心却比外面的雪还要冷。他在想什么？他在想，哎呀，昨天台北股市大跌，我手上那几张台积电不知道亏了多少钱，早知道上个礼拜高点的时候就该卖掉，我真是老糊涂了。这叫活在过去的懊悔。过了一会儿，到了吃晚餐的时间，儿子点了最贵的和牛烧肉，老李把肉塞进嘴里，嚼啊嚼的根本吃不出味道。他转头看着30多岁还没结婚的女儿，心里又开始发愁，这丫头脾气这么硬，以后我2腿一伸走了，谁来照顾她？她老了生病怎么办？还有这次出国花这么多钱，万一以后我生重病要请看护，钱不够怎么办？这叫活在未来的焦虑。儿子看他心事重重，问他，爸，这肉好吃吗？老李叹了一口气说，好贵哦，你们年轻人就是不会存钱。一句话把全家出来玩的兴致全给浇熄了。各位老李人明明在日本享受着天伦之乐，可是他的神去哪里了？他的神在台北的股票市场里，在10年后的养老院里。我们中医讲心藏神，你的神一天到晚这样到处乱跑，这就叫做魂不守舍。你吃饭的时候想着股票，工作的时候想着放假，放假的时候又焦虑花了太多钱。你总是在为了昨天后悔，为了明天担忧。请问一下，你到底哪一秒钟是真正在活着的？你以为你只是爱操心吗？错了。当你的意识一直停留在过去和未来的时候，你的能量场是不断在漏电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明明没做什么体力活，每天却觉得好累好倦怠，晚上失眠，白天精神涣散，
甚至提早出现失智的症状。因为你的电池永远充不满，你的气血全被你的胡思乱想给消耗光了。那么那些真正高灵性、高境界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把活在当下不是当作一句口号，而是当作一种改运的策略。这些高人，他们的意识经过长期的训练，就像手里牵着一根风筝线一样，只要脑袋里的想法一飘远，飞到昨天或是飞到明天了，他们马上唰的一声把线收回来，把魂魄收回到此时此刻的身体里。他们吃饭就专心吃饭，白饭的甜味，青菜的脆度，他们清清楚楚地品尝进去。他们走路就专心感受脚底踩在柏油路上的感觉。你们有没有遇过一种人，当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是不看手机的，他的眼睛直直的温和地看着你，在那一刻他的世界里只有你，他100%的专注在听你说话。这种专注力在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简直比黄金还要稀有。当你遇到这种人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你会觉得自己被看见了。你原本慌乱焦虑的心情，只要跟他待上5分钟，莫名其妙就平静下来了。这就是高灵性的人身上那股强大的定力。这股定力本身就是一种最顶级的风水磁场，拥有不可思议的疗愈力量。他们为什么不焦虑未来？因为他们看透了一个天机，未来是你控制不了的，过去是你改变不了的。你这一辈子唯一能够施展法力，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时刻，就是现在这一秒钟。他们知道，只要我现在这一秒钟心是定的，气是顺的，事情是做好做满的，那么由无数个现在累积起来的未来，自然就会稳如泰山。他们也不去纠结过去的失败，因为他们明白，只要我现在活出了新的境界，过去吃过的那些亏，上过的那些当，全都会变成我今天宝贵的智慧。我现在的成功就重新定义了过去的失败。所以别再把你的精神浪费在那些你摸不到的昨天和明天了，把心收回来，安安稳稳的放在你的肚子里，放在你眼前这碗热汤上，放在你正在跟老伴讲的这句话上。这就是真正能改变命运的第4个特征。各位，现在我们要讲这第5个特征了。我跟你们讲，这第5个是这5个基本功里面最难的一关，也是极少数人能真正看破的一关。这一招叫做臣服于现实。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一听到臣服2个字，眉头就皱起来了，心想，尼斯啊，你这不是叫我双手一摊向命运低头吗？这不就是叫我认命，叫我放弃吗？错了，大错特错。真正的臣服根本不是消极的放弃，而是一种最高级的智慧，叫做放下你无谓的抵抗。我们老祖宗讲的顺应天命，顺势而为，就是在讲这个道理。我先问你们一个直指人心的问题，你们知道我们这辈子心里那些像刀割一样的痛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吗？我告诉你，所有的痛苦几乎都来自于3个字，不应该。你每天都在心里跟老天爷吵架，今天你出门没带伞，突然下大雨把你淋成了落汤鸡，你心里骂，今天气象预报明明说好天气，这雨不应该下哦。你对那个结了婚的女儿掏心掏肺，帮她带小孩，帮她出头期款，结果过年的时候她因为婆家的事跟你顶嘴，你气得整晚睡不着，心想，我对你这么好，你不应该这样对我啊。你做生意买股票亏了一大笔钱，你每天捶胸顿足，我一辈子安分守己，没做过坏事，老天爷不应该让我遇到这种倒霉事啊。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你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跟已经发生的现实打仗，结果呢，你打赢了吗？雨停了吗？女儿把话收回去了吗？亏掉的钱长翅膀飞回来了吗？事实连一根汗毛都没有改变，你只是在白白浪费你宝贵的精气神，把你自己的5脏6腑给气出一身病来。我讲个真实的例子，有个张伯伯，老实人一个，在工厂干了一辈子，退休那年，他把200多万的退休金借给了他认识30几年的拜把兄弟去周转，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个兄弟卷款潜逃，人间蒸发了。张伯伯气疯了，他没办法接受这个现实，他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在客厅里破口大骂，逢人就哭诉自己有多惨，那个兄弟有多没良心。他老婆劝他看开一点，他就把气出在老婆身上。200万那是我一辈子的血汗钱，你叫我怎么看开？他不应该这样骗我啊。就这样闹了半年，张伯伯每天血压都在160、170，下不来。有一天早上在厕所里砰的一声摔倒，
中风了，半身不遂。各位，张伯伯的200万是被朋友骗走的，但是他这后半辈子坐在轮椅上，是谁害的？是他自己不肯放过自己害的。事实已经发生了，那个朋友就是个混蛋，钱就是没了。这就是老天爷已经盖了章的现实。你非要去跟这道圣旨较劲，你这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吗？那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一个高灵性、有大智慧的人身上，他们会怎么处理？他们绝对不打稳输的仗，他们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立刻接受现实。好，今天出门下大雨了，雨不会为我停，那我该怎么办？我就去巷口便利商店买把伞，或者找个骑楼躲雨。好，我被公司无预警裁员了，抱怨老板没良心有用吗？没用。那我就赶紧把履历表整理好，开始找下一个机会。好，那个认识30年的兄弟把我钱骗光了，痛不痛？当然痛。可是高境界的人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问老天爷为什么是我，他不应该这样做。他们会把焦点一转，问自己一个最有力量的问题：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那我现在能做什么？报警找律师处理，然后摸摸鼻子，承认自己看走眼，接下来的日子省吃俭用一点，或者找个大楼管理员的工作补贴家用。你们要听清楚，高灵性的人不是木头人，他们也会痛，也会难过，但是他们绝对不浪费他们的痛苦。这就是臣服的智慧啊！你如果硬要顶着狂风往前走，风会把你吹得东倒西歪，让你精疲力尽。可是如果你转个身，顺着风走，这股原本要吹倒你的狂风，反而会变成推着你前进的巨大力量。那些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跟老天爷对着干，他们永远是顺水推舟。所以你常常看这些人好像这辈子特别有福报，遇到什么天大的危机都能逢凶化吉，日子总是过得特别顺。你以为那真的是因为他们八字特别好，运气特别旺吗？根本不是，是因为他们在遇到烂人烂事的时候没有内耗，别人遇到挫折要花3年在泥淖里打滚抱怨，他们只花3分钟认清现实，然后拍拍屁股转身就往下一条路走了。好，各位，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把前面基本功都打完了。你看，所谓的灵性，它是一种最顶级的生存策略，它不是教你怎么逃避现实，而是教你怎么把这个现实人生的方向盘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他们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们恰恰是这个世界上活得最有人味，活得最明白的一群人。各位，前面这5招你们如果能做到一半，我敢保证你下半辈子连医院都少去好几趟。你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一种别人羡慕都羡慕不来的开挂状态。在这个状态里，你根本懒得跟人家争输赢了。现在科技发达，今天这个发孙子考上台大的照片，明天那个发全家去欧洲坐邮轮的影片，以前的你看了可能心里发酸，暗自较劲，现在的你看了只是一笑置之。为什么？因为你把老天爷的底牌看穿了吗？所有外在的输赢，虚无缥缈的面子，全都是暂时的。就像我认识的一个老郭，40岁被合伙人掏空，公司背了1000万债务，他没拿刀去砍人，而是把人生当学校，把教训写下来，后来靠着给人上课，赚得比当年多好几倍。这哪里是绝境，这是宇宙在帮他重新校准啊！进入这个状态后，你也会变得特别等得起，特别懂得放下控制。我们老祖宗讲阴阳5行，树木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叫天道。你硬要在冬天逼着一棵树开花，只会把树枝硬生生折断。这点对我们很多长辈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你总想控制老公的薪水，控制小孩念什么科系，控制媳妇怎么带孙子，结果呢，你越想抓紧的沙子流掉的越快。真正高境界的人不控制，他们信任宇宙的系统。你天天逼小孩结婚，他过年都不敢回家。当你哪天看开了，去报名个太极拳班，到处游山玩水，小孩觉得压力没了，反而喜滋滋的带了个对象回来。这就是放下控制的绝对威力。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状态下，你再也不用假装坚强了。现在外面很多心灵课教你天天对着镜子傻笑，大喊我很棒。哎呀，我告诉你，强迫自己阳光，这在中医看来就是在耗损你的真气。真正清醒的人允许自己有低潮，允许自己会痛。你可以流眼泪，但你再也不怕流眼泪了。你可以面临失败，但你再也不怕失败了。因为你知道，心底的阴暗面全是你灵魂成长的燃料。当你活在这股清醒稳定的能量场里，
你的真实生活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大福报。这绝对不是迷信，这是物理学上的磁场共振。你觉醒后，那些只会抱怨、吸你能量的亲戚朋友会自然疏远你。你不跟情绪打仗了，气血一通，吃什么仙丹都比不上你身体强大的自我修复力。你不去死命追赶机会，好机会和贵人反而会反过来追着你跑。为了让你们彻彻底底明白这5招合在一起的威力到底有多可怕，我给你们讲一个案例，一个实实在在靠着这5招把全家人的命都给改了的真事。以前在台中有个开五金行的老杨，这老杨啊，辛苦打拼了一辈子，赚了点钱，但也养出了一个典型的暴君脾气。他那个大儿子30几岁了还在做发财梦，结果赔了个底朝天。老杨每天在家里拍桌子大骂，但骂完之后呢，还是乖乖拿钱去帮儿子擦屁股。结果这儿子根本不怕，隔年又去乱搞，又欠了一屁股债。老杨的小女儿呢，从小喜欢画画，想念设计系，老杨死活不肯，非逼着女儿去考公务员，说那样才叫铁饭碗。搞得女儿一气之下跑去台北工作，连续3年过年都不回家。那阵子老杨的家简直就像个冰窖，又像个火药库。他天天把气出在老婆身上，骂老婆没把小孩教好，老婆被他骂得重度忧郁，天天得吃安眠药才睡得着。老杨自己呢，每天活在儿子不争气的过去和女儿不认爹的焦虑里，最后把自己气出了严重的糖尿病，还有轻微的中风，走路都一拐一拐的。后来老杨被人搀着来找我，我告诉他，你今天回去别的药先别吃，先把这5味新药给我吞下去。老杨也是被逼到绝境了，回去真的开始练这5招。他先练第1招，照镜子。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一场，承认自己根本不是什么伟大的父亲，他只是太害怕失去控制，太害怕老了没人理他。接着他练第3招，守边界。大儿子又跑回来下跪借钱，老杨心里都在滴血啊，但他咬着牙说，你就算在外面被人打死，我也不会再给你1毛钱，这是你自己的业障，你自己去背。大儿子看老杨这次来真的摔门就走。老杨虽然心痛，但他知道这是菩萨心肠，金刚手段。然后他练第2招跟第4招，收脾气和把魂收回来。老婆煮的菜不合胃口，他不再拍桌子了，他把那股气当成邮差，深呼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吃饭就好好吃饭，不要去想那些烦心事。每天早上他就去公园慢跑，专心感受脚底踩在草地上的感觉。最后他彻底臣服了，女儿不回家，好，他也不骂了，这是女儿的命，随她去吧，他不跟老天爷较劲了。各位，你们猜猜看，2年之后老杨家变成了什么样？老杨拐杖都不用拿了，红光满面的。更神奇的是什么？那个大儿子因为借不到钱，走投无路，最后乖乖去考了职业驾照，现在每天老老实实开计程车还债。虽然没赚大钱，但整个人踏实了。逢年过节还会买2盒老杨最爱吃的微热山丘凤梨酥回来看他。那个3年不回家的女儿，听说老爸脾气变了，不再逼他考公务员了。今年母亲节主动带着男朋友回台中，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吃了一顿大餐。老杨的老婆现在连半颗安眠药都不用吃了，每天跟邻居去练土风舞，笑得比谁都大声。这就是奇迹吗？不是。老杨没有去改名字，也没有去算命，他只是改变了自己内在的能量场。当老杨的磁场一稳定，他不耗内气，气脉就通畅了，病自然就好了。当他不控制不纠缠了，儿女没有了那种被绑架的窒息感，反而觉得家是个温暖的地方，自然就愿意靠近了。你看，这才是真正的改命啊！不用花半毛钱，只要你愿意觉醒。好了，各位，今天我啰里啰嗦讲了这么一大堆，相聚就是有缘，我们这里就是一个汇聚强大正能量的道场。最后我邀请大家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你的善言或者是祈福，你可以写下一句阿弥陀佛，可以写下愿我的家人平安喜乐，或者简单写一句我愿意放下执着，活在当下。千万别小看这个动作，当我们成千上万个善良清醒的灵魂把这些充满祝福与觉醒的文字留在这里，我们就在无形之中共同创造出一个极度强大的正向磁场，最后一定会成倍的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爱的人身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心，我们下次见。